要想翻身呢，你就必须反人性。你人生所有重大的遗憾、错失和后悔啊，是不是都在你选择的那条更简单、更舒适、看起来更合群的路之后呢？你品，你细品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带着一个出厂设置，那个叫什么？叫人性。它在远古的时候啊，能有效地帮助咱们的祖先生存。比如啊，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，那时候可是茹毛饮血的，能帮助他们储存能量。对危险的恐惧啊，能够让他们远离猛兽。合群也就是这个群居的天性呢，能让他们在部落里不被孤立。但是在今天这个物质丰富、精神极度内卷的时代，这套系统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大阻力。人性呢，渴望安逸，逃避痛苦，寻求呢及时的满足。但这个时代所有高级的回报啊，包括财富、智慧，还有深度关系，都是建立在延迟满足、直面痛苦和长期主义上的。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这样呢，冲突就来了。你想翻身，意味着你想要的东西啊，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，而你遵循的却是大多数人都在遵循的，让你舒适的底层代码。那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所以翻身的本质啊，不是在学什么新技能，抓什么新风口，而是我们向内的一场革命，一场与自己天性的战争。你呀，必须学会反人性。那怎么反人性呢？我呀总结了6条法则。第一条反人性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反及时行乐，对抗多巴胺陷阱。我们的人性是什么？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无聊了就刷手机啊，追求的是立刻就爽。那么成功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延迟满足啊，才能赢得未来。国外啊有个斯坦福的棉花糖实验，能忍住15分钟不吃这个棉花糖的孩子，10几年以后，这些孩子会更加出色。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要建立痛苦和收益的关联，把你每天学习的1小时啊，想做每天都进步1%，想想长时间以后会有什么收获，把省下来的钱想一想10年以后是多么可观的一笔财富，让未来的那个大棉花糖啊更清晰更发光。还有就是要设计仪式感，开始困难的工作前呢，花5分钟整理一下桌面，泡杯茶，把耳机戴上，告诉世界接下来的1个小时是我自己深度的时间。还有就是切掉诱惑源，学习的时候手机就放到隔壁房间吧，减肥的时候家里就不要囤零食了。这个是承认软弱，让环境来约束我们自己，这其实是智慧啊。第2个反人类的规则，必须反避难趋易，挑战自己必要的难度。在这里边，我们的人性呢是什么？大脑啊是节能大师，会本能的选择省力、熟悉和安逸的路，用假装努力啊在那个舒适圈里边打转。成功的真相是，真正让你质变的永远在舒适圈之外。成长啊需要必要的难处，就像你健身啊要举起吃力的重量才能健壮一样。那这个我们怎么做呢？这就是来定义你的边缘能力，找到你好像会但是又不精通的那个领域。比如那个文案你写不好长文呢，你是程序员却不懂得深度的算法呀，这方面啊就是你的训练场。还要把这个挑战游戏化，设定关卡和奖励。比如说看完一本烧脑的书，可以奖励自己看一场电影；完成一个挑战项目，可以给自己放个短假，稍微的放纵一下。这就是用人性去欺骗人性。再有呢，就是建立反馈的循环。在我们这个挑战区里边必须要反馈，请教高手，参加测试都可以。高质量的反馈啊，是看清自己不足的那面镜子。反人性的第3个规则啊，反自我原谅。对自己的复盘失败啊，必须要无情。这里的人性是什么？搞砸了的时候，大脑啊会立刻甩锅。比如说市场不好啊，运气不好啊，别人的错啊，这都是什么？保护我们脆弱的自尊。但是成功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自我原谅啊，这种是短期的舒服，长期啊是剥夺自我学习的机会。但是市场和生活呀，它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要建立这个事实中立的原则，也就是复盘的时候只陈述客观事实。比如哪天出现什么信号，我是怎么处理的，得到什么结果，不要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。在这里有一个根源挖掘法，
要问自己5个为什么，也就是对我们复盘的失败问5个为什么，你就能找到答案，挖到真正的根源。其实这根源呢，一般都是自己决策性的失误。最后啊，建立这个错误的日志，记录真正的教训，在做重大的决策的时候啊，翻开看看，以免重蹈覆辙。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从错误中学习的速度。反人性的第4个规则，反群体认同，拥抱高质量的孤独。我们的人性啊，是渴望被认同，害怕被孤立。买东西的时候看销量，选工作的时候跟热门，什么事呢都不敢提出来那个反对性的意见。但是成功的真相呢，真正的机会永远不在人声鼎沸的地方，群体狂奔的方向往往是陷阱或者是红海的尽头。怎么做？设置我们独处的空间呢，每天或者每周啊，留出来不被打扰的时间，把手机和电脑就都关上，去散散步，发发呆，让内心的声音浮现出来，你才能做到信息的筛选，取消那些垃圾的信息源，用经典的书籍啊代替那些碎片的新闻，用深度的思考啊代替光去浏览那些标题，管理我们自己的精神食粮。还有就是练习逆向思考，当人人都说好的时候，咱停下来想一想，对立面是什么，风险在哪里，如果所有人都错了怎么办？你遇到的所有事情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。反人性的第5条规则，反情绪驱动，建立理性的防火墙。人性的真相啊，决策呀，常被恐惧、贪婪、愤怒等原始情绪所驱动，比如冲动的说话呀，股票的追高被套啊，还有掩盖问题的真相啊。那么成功的真相呢是什么呢？你无法掌控情绪，就无法掌控人生。情绪啊是野马，你不驯服它，它就会带着你闯下悬崖。那么怎么做呢？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啊建立防火墙。这一点啊学一学巴菲特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，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。做情绪的主人，不被奴役。成熟啊是有情绪，但是绝不被左右。反人性的第6条规则，反思维懒惰，要刻意的深度思考。我们的人性是什么？大脑啊天生懒，爱接受啊现成的结论，贴最简单的标签，依赖旧的经验。大家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？但成功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人与人根本的差距啊，实际上就是在深度的思考上。当今的信息社会啊，信息差已经过时了。给你同样的信息或者是问题，深度思考者他就能看到趋势，并给出颠覆的方案。怎么做呢？这个很简单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对任何结论或者观点问至少5个问题，至少5个为什么。大家说了，为什么都是5个呢？自己去体会，妙用尽在其中。比如说你认为短视频现在是风口，那就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做短视频？那是谁的红利？我的优势是什么？现在入场晚不晚？我能够持续多久？为什么是5个问题？这5个问题你都解决了，入场你肯定赢。我们呢还要建立主题式的阅读，1到2个月你自己限定时间，集中的去读透一个主题，以此类推啊，一个一个去攻破。比如啊，怎么沟通，如何投资，怎么学 AI， 找相关方面的5到10本典籍，阅读、比较、鉴别、整合，形成自己深刻的认知知识框架。你必须把它变成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解。这个有一个练习的方法，就是用大白话把你新学到的知识讲给你身边的熟人听，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孩子。这叫输出啊，倒逼输入，检验自己是不是真懂了，对抗自己大脑假装学到的那个状态。以上我总结的这6条每一条都非常难，意味着放弃眼前的安逸，直面软弱，忍受孤独，对抗冲动，挣扎痛苦，这个没错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所谓的翻身从来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，它的本质就是一场自我的战争。你过去的平凡可能因为努力都用在了顺人性这条轨道上了，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的懒惰。今天呢，你明白了，真正的改变源于向内的开战，
这6大法则不是让你恨自己的人生，是让你理解它，然后去超越它。越优秀的骑手，越要了解野马的性子，再去驾驭它的力量。我们生而有人性这套古老的系统，但也被赋予了自由意识这样高级的权限，选择让旧系统带你走向平庸、贫困、悔恨，还是用自由意志勇敢地去重启固定的人生剧本。我们的人生啊，苦难重重，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，你想通它就能超越。一样的道理啊，翻身之路本就逆天，反人性。当你真正的理解并接纳了这一点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的翻身已经开始了。希望这10几分钟啊对你有用，咱们下期见。